11月20号的北京表面风平浪静，直到傍晚，国防部网站悄悄挂出一则只有100多字的消息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现在莫斯科，与俄国防部长会谈，检阅仪仗队，画面全部在俄罗斯，声音却不在新华社，不在央视，也不在人民日报。同一时间，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事态，把中日关系推向对撞。美国务院主动出手挺日，在这条从东京一路烧到台北的火线之外，张又侠绕到莫斯科，像是一枚被悄悄放入的棋子，指向的是一个更敏感的问题：谁才是今天真正握着中共枪杆子的人？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小玉。20号傍晚，国防部网站悄悄挂出了一则100多字的简讯，内容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正在俄罗斯，并与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举行会谈，双方谈了两军关系、国际局势、务实合作，还一起检阅了仪仗队。这个消息本身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只有国防部网站在发，新华社没有，人民日报没有，央视新闻没有，解放军报也没有，哪怕是官媒最爱转的央视网、人民网也都全无声息。直到第二天，新京报、上官新闻才象征性的转贴，转贴的来源仍然是国防部网站，没有任何追加细节和延伸报道，版面干净的像交差。这种静悄悄的气氛，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，这不是正常的外交军事报道节奏，这是刻意压着不报。因为同一时间，中共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，国务院总理李强，才刚刚在莫斯科完成一趟高调访问。11月17、18号，李强在莫斯科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米舒斯金的正式接见。中共官媒新华社当天就连发稿件，央视新闻联播更是插播现场画面，不仅有红地毯、握手、欢迎阵列，还刻意交代了李强乘坐包机出行。这种细节只有在要突出某人官位特殊时才会写得这么明白。但李强的高调与张又侠的低调到近乎消失，两者一对比，就显得愈发不寻常。更敏感的是，这两个人前后脚去的是同一个地方。李强18号刚离开，张又侠20号就抵达。普通老百姓可能觉得巧合，但在中俄军事外交的语境里，这种错峰不可能是巧合。因为李强作为总理，他接触的是经贸、民间互动与政策层面的合作。但俄乌战争进入艰难阶段后，俄罗斯真正需要的是军事技术、军工产能、武器部件、弹药补给，这些不是李强能谈，也不是他有权谈的。所以俄罗斯在李强走后，专门再约张又侠。这个细节非常关键，他说的不是外交，而是军权，说的是俄罗斯知道谁才是中共军方真正能拍板的人。过去几年，张又侠去莫斯科，每一次都是大张旗鼓的报道。2023年11月8号，新华社当天发稿，第二天人民日报、中共军报全都登。2019年9月5号，新华社隔天发布。2017年12月8号，当天新华社及时报道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张又侠出国，官媒一定会跟着出镜、贴画面、讲成果。但这次完全反过来，无画面、无影片、无讲话全文、无张又侠代表习主席的例行说法。官方甚至没说他何时抵达莫斯科，也没说谈了多久，只留下一段冷冰冰的百字稿。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在去年10月，张又侠访问越南，越南方面给的是国家元首级规格，红地毯、仪仗队、21响礼炮，越南最高领导人的4大巨头中的3个逐一单独接见他。
但中共官方一个字不报，一直到他回国几天后，新华社才补上一篇事后补稿，而且全程无现场照片。今年俄罗斯这一趟剧本再度重演，这种出访但不准报的诡异安排，在中共内部可能是想维护一下习一尊的面子。因为只要大肆报道张又侠受俄方高规格接待，所有人都会看出一件事：俄罗斯根本不把习近平当成是代表中共军方的人。普京知道真正能拍板的是张又侠，俄方也知道中共军方内部正在洗牌，而军权已不在习手中，所以北京只能保持沉默，可越安静越暴露出有问题。张又侠此时访问莫斯科不只是巧合，而是不得不去。因为最近中日关系明显紧张，从台海、东海到日本全面提升军事预算，再到美日安保协议升级，局势比前2年更急、更热、更具火药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俄军事合作是否加码，是否共享情报，是否进行军工互补，都变得格外敏感。但这些议题，李强谈不了，王毅谈不了，丁薛祥也谈不了，只有一个人能谈，真正能动得了中共军队的那个人，而这个人不是习近平。如果是习近平还掌握军权，正常逻辑会是习先讲话定调，外交部、国务院跟进，军委副主席负责技术细节。但现在的节奏完全反过来，张又侠先去莫斯科，习近平零露面、零评论，官方全程压着不报。也就是说，军方在走自己的路，而不是等习点头。这才是这趟访问真正震撼的地方。为什么俄罗斯敢跳过习近平？3个理由非常清楚。第一，俄罗斯知道习近平已军权旁落。第二，俄罗斯真正需要的是军事资源，而不是政治支持。普京要的是弹药生产线、无人机零部件、飞弹精、高精度机床、军工外包能力，这些都是军委副主席的职权，而不是国务院的。第三，中共内部的权力配置已经重新洗牌。李强在莫斯科的待遇不差，但细节一对比就能看出等级差。李强下雨时自己打伞，没有仪仗队，迎接官员等级低，报道量有限。再看张又侠，俄国防部长亲自迎接，仪仗队检阅，完整军礼流程。对俄罗斯来说，谁能代表中共军方？答案已经清楚到不能再清楚。张又侠的莫斯科之行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：外界第一次看到习近平没有军权的具体证据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访，而是2024年3中全会后中南海权力版图改写的最新证据。就在张又侠悄悄飞往莫斯科之前，东亚另一头的火药味已经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句话点燃了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。这句话不是民间评论员讲的，而是日本在野在朝吵了半天之后，有一个现任首相在国会众议院对着全国直播说出来的。高市早苗等于把安倍晋三当年那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美日同盟有事，正式写进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准备范本里。一旦台海开战，日本不再只是关切，而是可以启动集体自卫权，跟着美军一起动。这一下，北京按耐不住了，先是外交系统冲在前面，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上放狠话，暗示要斩首高市早苗，惊得国际舆论一片哗然。接着是外交部、国台办轮番骂，扣上一大堆粗暴干涉中国内政、严重违背一中原则的帽子。骂完还不够，实际报复措施一条一条上，宣布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，从11月14号起劝告中国民众暂勿赴日旅游留学，旅行社集体退团，
飞往日本的航班机票据说将近50万张被取消。中共海警船又开进钓鱼岛、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巡航，无人机在与那国岛附近盘旋，日本战机紧急升空。表面上看，中日是在台湾有事这个议题上对骂，实际上整个局面已经往台海推了一步。台湾第一次被这么正式、这么公开地写进中日冲突的核心。更微妙的是，美国没有装没听见。美国国务院21号主动表示，对美日同盟的承诺坚定不移，无论在台海、东海或南海，美国坚决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，包括透过武力或胁迫手段。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皮葛特透过社群媒体表示，美国对美日同盟和日本防卫的承诺坚定不移，范围包括尖阁诸岛。美日同盟仍是印太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基石，这也是日中外交风暴发生后，美国国务院首次主动发声。美国驻日大使也加码表态，在日中争端中，美国会坚定站在日本一边。于是局面变成东京放了话，北京翻了桌子。华盛顿站在东京身后，台北一边吃着日本水产，一边小心翼翼发声声援日本。中日台美四方被一个台湾有事绑在了一起。在这种气氛下，中国社会经济明显下行，失业攀升，地方财政吃紧，民心浮动。北京最不敢碰的就是一场真正打到底、打出不可控后果的战争。你去街上问10个人，有几个真心想为台海打一场世界大战？连体制内学者都知道，一旦全面开战，外资撤，供应链断，能源运输被掐，中共自己先顶不住。可问题在于，不打不代表不准备。毛泽东当年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，还有笔杆子、枪杆子两手都要抓，现在被习近平整个搬回来用在台湾身上。所谓笔杆子，就是先从洗脑开始。央视在黄金时段推出新剧《沉默的荣耀》，讲的是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，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特工怎么渗透、打情报，最后被处决。这些特工被塑造成为统一大业舍身取义的英雄。观众每天吃饭的时候看一集，潜移默化接受一个讯息，为了收复台湾，流血牺牲很正常。据说现在国有剧团如果想上战争、谍战、爱国题材的戏，很容易过审；如果想搞都市情感、家庭伦理，审查就特别挑剔。这种偏向不是文艺圈心血来潮，而是上头明确下过指令，舆论场要为对台新一轮施压预热。把日本当作突破口，是北京最近这一轮布局的核心。高市早苗一句话捅破的，不只是台湾有事，就是日本有事，更是美日安保条约实质涵盖台湾，防卫线已经延伸到台海的公开秘密。对北京来说，这等于告诉全世界，一旦台海开火，美日同盟极可能被卷进来，战场绝不会只停在台湾海峡。台湾经济学者吴家龙对此说了句很有画面感的话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就是中国有事。用他自己的说法，就是中共终于被迫面对美日安保其实早就管到台湾这件事了，所以才抓狂。但站在军事专业的角度，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提醒大家，不要被中日嘴炮和钓鱼岛海上推推搡搡的画面迷惑。他的逻辑是，表面上中日为了高市早苗发言吵得不可开交，互相制裁，互相军演，看起来像是一场面子战。可是对北京军方来说，真正的里子永远是台湾。只要台湾没搞定，中共的大国崛起就永远卡在第一岛链，内政、外交、军事都绕不开这个死结。姚成提出一个逆向思考，
如果北京判断短时间内美军、日本还处在刚吵完、尚未完全进入暂时节奏的状态，那么在与日本搞一场有限度的海上对峙、演习、封锁的同时，突然把兵力掉头往南，对台湾发动一场闪电战，是不是有可能？他的设想是先用中日对峙，把外界的注意力和外交焦点全拉到东海钓鱼岛，在黄海、东海大规模集结舰机，名义上是对日演习，实际上可随时南下。真正下手时，主攻方向不是日本，而是台北、高雄两头，利用中共庞大的空降兵、海军陆战队、两栖舰队，争取在48小时内打穿台北，控制交通枢纽。同时把火箭军导弹、舰队防线布在台湾东侧宫古海峡一线，对所有外来增援喊话，谁进来我打谁。这种构想是不是一步到位，是不是做得到，可以讨论，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军人式的思路。真正的攻击往往不是打在大家盯着看的那个方向。姚晨强调，从中共的战略逻辑看，解决台湾比狠狠教育日本更划算。拿下台湾就等于撕裂美国第一岛链，日本的生命线被扼住，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被迫后退。到那时，北京甚至不需要打日本，光是封锁航道、经贸制裁，就足以让日本经济大出血。问题来了，在当前经济下行、民怨积累的情况下，北京敢不敢、愿不愿意真的走到这一步？这里又回到一个关键判断，从《沉默的荣耀》这样的剧，到舆论里铺天盖地的统一必然、祖国迟早要出手，再到实际的军演、对日对台的联动施压，北京现在启动的可能还是 A 计划，先用笔杆子和有限度的枪杆子，让台湾、让日本、让周边国家在经济、心理和外交上慢慢被压得喘不过气，逼你坐上谈判桌。真正的 B 计划，全面军事接管，还被锁在保险箱里。但保险箱放在哪里？钥匙在谁手里？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答案。如果有一天，北京真的决定用 B 计划，那个开保险箱的很可能不是习近平，而是现在站在莫斯科军礼台上的那个人，张又侠。你怎么看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